营长，食堂闹起来了，他们这是皮痒了，没完了是吧？营长，对不起。你道的哪门子歉？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你态度不好，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您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，这毛病得改，我现在就改。今天当着大伙的面，正式给你道歉。营长，对不起。郭营长，我也得向您道歉。之前的事儿，陈灵火，你那些鬼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，改天我教你几个高级的。营长，我们都向您道歉。营长，对不起。行了，要真想道歉，就好好训练，争取在集团军实战演习中把第1名给我拿回来。那是必须的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我们要请营长吃红烧肉，全营都有。开饭。继续测试。怎么样，课题研究的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我来到基地已经2个多月了，再加上原先在院校的一些准备，导条业务基本没有问题。下一步，我还需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收集更多的信息，来支持我关于训练基地信息化平台的研究课题。好。在这里有什么需求的话，尽管跟我提，毕竟我还是你的导师嘛。我也希望你基于这次研究，把咱们训练基地的信息化平台给它完善起来，这样在将来的演习当中，我们的导条员就不用再四处奔波，兵洒千里了。不光不用兵洒千里，我们还可以全方位监控全部演习过程，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、精准地做出裁决评估。老师，您刚刚说到需求，我的确有一个需求。哦，讲出来。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，收集数据，积累经验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跟集团军的各旅打个招呼，只要机会合适，都会安排你参加。谢谢老师。对了，最近集团军组织的404旅和396旅的对抗演习很快就要开始了，机会难得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明白，谢谢首长。真行啊！你也太客气，努力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！班长，加油啊！还是要努力啊！哎，你们得加油啊！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？对照这个，差距还大吗？报告教导员，跟全军的标准比，除了班长，我们还需要追一追，但距离集团军的标准有冲击的希望。你们这一个个看起来都红光满面，本周成绩一出来吓我一跳。
我以为得给你们累成什么样啊，没想到一个个都给我生龙活虎的。这次演习一定要给我当黑马。是。说一说，课题结束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的研究生导师张教授给我推荐了北京的研究所。哦，这个老张啊，给你瞎指的什么方向啊？我还指望你留下来呢。怎么，已经决定了？我个人觉得，研究所的软件、硬件设施还有研究氛围都挺符合我个人对于职业上的规划的。嗯，听明白了，就是我们战区陆军的条件，装不下你这个大馒头，懂了？不是，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我妈妈她心脏不是很好，所以如果我住在北京的话，也可以离家近一点。好了，又不是批评你。去研究所其实也挺好的，以后有好的项目课题，还可以互相合作嘛。当然了。哎，老姜，这次集团军实战演习，你的二营必须得是主角啊！哟，刘科长，屁股决定脑袋啊！这作训科长一当，立马就不跟我争了啊！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咱们俩再争，咱们俩不是外人，对吧？我是担心那国子监不靠谱。你忘了上次2个连长打架的事儿，惹得索副旅长现在还牙痒呢。但我可听说，1营最近的训练抓的还是挺扎实的。行了吧，就他，做的那都是面子工程。要是主攻营的位置交给他，那才真歇菜了。咱们也不能太小看他。哎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心神不宁的。抓部队基础性训练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啊！刘科长，你说的对。你忘了前几年，我从作训科参谋下来当营长，一心就想超过你，但是打了2年，硬是一点便宜没从你小子身上占着。所以抓训练这一块，你要说第2啊，没人敢认第1。瞅啥？哎呀，刘科长，刘科长，哎，当年你当营长的时候，这番话怎么不说给我江胜强听呢？那会儿咱俩是竞争对手，我能服吗？现在说也不晚啊。放心吧，旅里怎么安排，我江胜强怎么行动。我告诉你啊，索副旅长的原话，军事上的事儿交给你们2营，那全旅上下都放心。明白。回到1连感觉怎么样？那还用说？那感觉可太好了，再也不被戳脊梁骨了。就你这点出息，哎呀，你这当领导的可不知道啊，这都在一个院儿，数门数路数头数脸儿，这处理轻了呢不达标，处理重了呢又处处骂娘。这当了这2个月的营参谋，又是专门负责蓝军小分队，我李松伟攒的这点好人缘全都败光。就你这狗脾气，还好人缘？说说，这2个月有什么收获？收获还是有的，哎，尤其是战术素养。这次咱俩要是再比，我可未必输给你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干啥玩意儿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整天。不是，能不能整点吉利的？说长，咋事？我听我老乡说，咱们旅要把集团军主攻营的位置交给2营。啥玩意儿？哎，听谁说的？消息准确吗？应该不会错。我这老乡是作训科的，还应该听刘望远说的。这个留心眼儿，肯定有人他在背后搞的小动作。我看他这2年营长算是白干了。干嘛去？朝副旅长和政委抗议去！站住！不是，营长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这段时间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，好不容易展现身手的机会，要是真成预备队，那还有什么劲啊？这事我心里有数。主攻营，我们不让。
对于这次我们演习的对手，404旅，我想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吧？谁不知道啊？死机旅嘛。什么叫死机旅？哦，以前网速慢，只要一白屏，上面就出现404，大家都以为是死机了。但是，他们旅也有一个其他的名字，叫黑曼巴。没错，黑曼巴，404旅旅长亲自命的名。什么叫黑曼巴？蒋振强，到，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是。黑曼巴，眼镜蛇的一种，是非洲最可怕的毒蛇，其爬行速度居世界蛇类之首。最关键的是，其自身毒液成分里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，一旦遭受它的攻击，就将面临机体的重要器官受损。404旅对对手的打击，其战术战法形同黑曼巴。汇报完毕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姜胜强同志说的没错，404旅旅长龙远山，个人演习中有2个最大的爱好，一个是中断红军神经系统，第2个俘虏红军指挥员。所以我们这一回一定要确保索夫旅长的安全。他要是被捉了去我们基本上都只有举旗了啊！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们了啊！报告，讲，请政委放心，我们营可以将主攻任务和保护首长的任务一并兼了，绝对确保首长的安全。2营是咱们的老牌主攻营了啊，所以这次打主攻，非2营莫属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，我有异议。怎么？郭营长想跟我们2营抢主攻？怎么能叫抢呢？要按照编制序列，这1营也应该是主攻营。郭营长，我想提醒你，主攻营的位子能者居之，不是按编制序列来的。你们1营各个科目的训练成绩是什么水平？不用我多说吧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一次你可是我们2营的手下败将啊！蒋营长说得好，能者居之，但谁是能者，看的不是以前的成绩，是现在的成绩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跟我们2营再比一场？当然，那也比内定有说服力。行了，你们这互不服输的劲儿都给我往龙远山身上使去啊！这会议刚开始，净替你们打岔，坐下，继续开会。这郭子健他想争主攻营这个事儿谁不知道？不就是想捞点印象分，给进大机关攒点资本？这种人功利心太强了。他想进步，这无可厚非。可是做什么事儿得讲个章程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演习这么大事儿，不能拿396旅的荣誉开玩笑。按理说主攻营的事儿，咱们旅就可以直接做决定，根本没必要听他们2个营的意见。但是今天他公然提出异议，如果咱们直接拒绝，这传到军首长们的耳朵里，会不会显得我们故意排挤他呀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上一次不是判营书吗？这郭子健心里肯定憋着气儿。既然这一次他又主动挑战2营，我觉得那干脆让他们2个营再打一次擂，全面比拼一下。一来可以给我们的演习就当热个身了，二来呢，让他心服口服，知道咱们396里不是他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。这样也好，相对公平。回头我和政委再汇报一下。今天的动员会，我先开个头。
等会教导员再做指示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动员？告诉大家，不是演习，不是打仗，而是一次比武打擂。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，没错，我们要跟2营打擂，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。怎么，大家是被2营打怕了，打得失去脊梁骨了？没有。好，看来大家还承认自己是个男人，是个爷们儿，还对得起那个大大方方写下的兵字。我就不信，2营能做到的，我们1营做不到。那些科目他们训了，我们也没漏。虽然我们上次败了，但是这几个月时间里，我亲眼目睹大家的训练进了一大步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现在正是我们可以用实力说话的时候。既然大家来选择当这个兵，在狭路相逢的时候，就把心中的勇字给我写实了，写硬了。写进骨头里，写进血脉里。我现在就问大家一句：有没有信心战胜2营？有。当然，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如神，在战术上，我们要认真研究。具体怎么研究我不管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必须打赢。下面，请教导员做指示。郭子健当营长真是可惜了，他应该到宣传科当科长，这口才一套一套的。士气不错，咱们也不能泄劲儿。放心吧，营长，咱们营的兄弟们早就摩拳擦掌，想大干一场了。不能输给郭子健。绝对不能！是。营长今天开这个动员会，开得好啊！然后上海的心里面特别的惭愧。本来是想跟大家好好讲讲，比武打擂，输赢不要紧。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。为1营所有的官兵做一次自我的批评。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，保护我们的同胞。如果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要让一个输字安了家，那我们还能上战场打仗吗？不能。对，所以。此次比武打擂，就一个字儿：赢！这都接近尾声了，成绩还依然不分上下。哎，也奇了怪了，1营这进步也太神速了，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主力营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段时间郭营长抓训练是下了真功夫的。行了，你们在这盯着吧。是。这2位营长倒真有意思，一个在最前面，一个在最后面。可惜了，集体成绩取的是平均值。19分08秒。
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果1赢，领先5分。鬼！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。报告，一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，他们是靠新式瞄准镜赢得的比赛。我认为胜之不武。新式装备下发不用，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？这叫蠢。再说了，训练大纲规定，射击考核比赛可以使用瞄准镜，且评定标准不变。你要不信，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。郭营长，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？我们可是完全按照训练大纲的规定来操作的。江营长，这新式瞄准镜早就派发部队了，包括你们2营，你们不用还不允许别人用，这没道理吧？营长，新式瞄准镜前段时间刚刚配发，我们营训练的比较少，所以……郑参谋，到，大声点。刘科长说要保证训练装备的完好率，所以我是让你保证完好率，不是不让你训练。哎，刘科长说得好。你们还觉得不公平吗？要还觉得不公平，上一轮比赛可以不算，你们也可以使用新式瞄准镜，我们再比一场，怎么样？营长，我们没有专门训练过新式瞄准镜的使用，就算比了，我知道了。哈，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啊！如果2营对这一轮的比赛结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科目的比赛。江胜强，到，认可不认可？认可。左副旅长，这新式瞄准镜的使用流程确实还是比较繁琐，需要反复校准才行。而且它的结构还比较精密，一旦坏了是很难维修的。新式瞄准镜既然配发了，他们安排训练也无可厚非啊。是无可厚非，但是您别忘了，关于装备，咱们每年是有考核标准的。如果今年考核不合格，那是会影响咱们旅在全集团军的整体排名的。说到射击，我听说郭子健在396旅比武打擂中用上了新式的瞄准镜，这可将了你们作训部门一军呢。是，这种新式瞄准镜配发以后啊，我们考虑到部队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，再加上训练大纲也没有强制性规范，所以我们就对各部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。我们现在很多同志惰性依然很强啊，生怕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，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。对于上级不提要求的事情，基本上放弃了试错和创新。干活多，是非就多了。郭子健启用了新式的瞄准镜，就像一根刺，说利不利，但是难掩其锋芒，这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。首长说的是，就连我这个作训处长心里都不是很舒服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已经在筹划专门的培训了。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马后炮，但确实已经在运行了。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，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，工作要讲程序化，程序要讲规范化，规范要合理化，弄得处处像打太极。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，但也要引以为戒。首长批评的是。哎，首长，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，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，那绝对是一招妙棋啊！您真是慧眼识珠。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，还说不定，交给时间去检验吧。不过，郭子健确实是我老同学那儿的宝贝疙瘩，我费尽心思把他挖过来，又送到一营去历练，也算是用心良苦啊。来，喝奶茶。好。哎呀，老同学啊，自打那天郭子健在台上做检讨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在打他的主意。
怎么着？搁我这儿你不放心啊？你是不知道，关于这个郭子健呢，我们学院对他启动了一项重点培养计划，而且跟相关的陆航旅和特战旅也都联系好了。如果不是那个刘科长把这件事儿捅到我们院党委，想把郭子健弄走，我这就不会答应的。行，我承认，我捡了个大便宜，行了吧？行了，关于郭子健呢，咱就不聊他了。我只是希望，老同学，郭子健到了你那儿，多多锤炼他。放心吧，老同学。还有一条啊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他不好用了，或者不想用了，你就把他直接还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小子是个人才，不能浪费了。行，你的话我记住了。说实话，就这几个月的时间，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，把一营带的跟二营打成平手，这就算过关了。哎，首长，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郭子健，我们作训处提前预定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主攻营不是还没拿下来呢吗？话说，这两个营现在打得旗鼓相当，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真是很难预料啊。既然是比武，就不要只限于米数、秒数、环数这样的死成绩，要比，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。首长，您的意思是？郭子健，不管这段时间你给一营增加了多少训练，但是一支军队的战备素养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突击出来的。我承认，你的那些小聪明对我有用，但是对上黑曼巴，对不起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的那些小聪明，只会把396旅推向失败的深渊。拍马屁你还挺拿手的。我告诉你，兵者，诡道也。打仗不光靠的是拳头，还得靠脑子。现代战争，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。我不管你说我是小聪明还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想赢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斗嘴的。既然现在打成了平手，你们又谁都不服谁，那首长们的意思是下一轮的比赛就要加码了。郭子健，你确定要继续吗？继续啊，为什么不？那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下一轮比赛的内容。这是根据您的想法设计的比赛课题。1营、2营分别向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目标点进发，在途中我们会给他们设置难度不等的各种障碍，以到达的时间和解决障碍的处理能力等综合评定他们的成绩，分高者胜。好啊，这次虽然只是2个营的比试，但我依然会请求你们战术训练基地参与导调。上次你就组织过1营和2营的小型对抗，也算是有经验了。我跟马司令员已经打过招呼，这次还是由你带队参加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次的考题是我出的，因为有导调组在，所以呢，我全程就当观众，不讲评，不打分，也不表态，所以你们不要有压力啊。当了几十年的兵，最喜欢看军事比武。你们搭了这么好的擂台，应该早点通知我。首长为了观看比武啊，推了2个活动，找军长特批才来的。感谢首长对我们396旅的厚爱。1营的郭子健营长现在还处在和1营的磨合阶段，2营的姜顺强营长还需要加强锻炼，希望他们不辜负首长的期望。哎，对于之前的比试，你们有什么感受啊？报告首长，我们最深的感受是部队的士气上来了，打仗的氛围出来了。我的感受啊，还是这个郭子健，他把1营的这团火呀给点着了。哦，
这才几天呢，话说的这么满。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没想到吉田军演习还没开始，咱们就跟这郭子健遇上2回了。听说他这段时间的阴影搞得如火如荼的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赢。2营营长江胜强是连续2年集团军的标兵营长。2营这3年的比武金牌数量在396旅里连续3年排名第1。1营这3年的战绩远不如2营。上一次的对抗中，他们表现得更是不尽如人意。但是郭子健是个变量，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，所以无法推断结果。梁才，我一直以为我才是咱们基地最八卦的人，没想到这怎么能叫八卦呢？这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信息。基本？难不成你把他们之前所有的对战信息都查了一遍？不应该吗？还有他们日常训练的成绩，这都有助于把比武计划做得更加合理。毕竟上一次在制定方案的时候，我忽略了一些问题，才导致最终判定结果的时候会产生歧义。这次拉动虽然没有设置对抗环节，但实际上每分每秒都在对抗。报告，营长，来回也就200来公里，没难度。李松蔚，到，就你能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梁副军长费这么大功夫，不可能只为看看部队的拉动和奔袭能力。所有人，给我打起12分精神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报告，2营已经出发了。好，吴三茂到，马上联系吴东胜。是。班长，这下糟了，身前身后2个指挥所，到底哪个是真实的集结地？2个指挥所还不是最麻烦的，最麻烦的是山前和山后2条完全不同的线路。要万一选错了，就必须要绕行，那咱们就输定了。要不我带人靠近点看看吧？别着急，2个指挥所都已经设定了防守人员了，靠那么近干嘛呀？好让咱们抓吗？咱总不能给营长发2个位置吧？根据我的综合分析，山前的指挥所明显的是在虚张声势，是假；山后的指挥所比较隐秘，而且又在山谷，应该是真的。我的，赶紧把山后指挥所的方位发给营长。明白。报告营长一个好消息，讲。1营到现在还没有出发，看样子是被梁副军长所设置的双指挥所给迷惑了。在战术素养方面，1营肯定是兜不住的。不过咱们也别掉以轻心，既然梁副军长只给咱们设置了唯一的目标，那说明在前面的路上还有其他的障碍和考验在等着我们，密切注意动向。是。报告，收到吴东胜一线情报。好，营长，我觉得吴东胜的分析也未必准确，咱们要不要再派几个人去看一下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听吴东胜的。是。1营到，出发。是。哎呀，这1营的车队明显走偏了嘛！梁军啊，你这语气明显带有偏向啊！啊，不是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，这部队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后面的仗怎么打嘛？那不正好吗？考验指挥员的时候到了。
首长，现场下雨了。看到了。各连注意，保持车速的同时，注意雨夜路滑，小心驾驶。各连回复。收到，收到。报告营长，由于一营侦察班判断失误，给出了错误的目标点，一营入上后正在向假的目标前进。营长，这次咱们的赢面很大呀！通知保上连，太空兵在一营折返的路上，设置路障。你是要断他们后路？要赢就赢得稳妥，以防万一。是。哇，他们这二营也太绝了吧！哎，这不是一营的那个侦察班吗？他们又回来了。动管，动管，动管！错了，快把水警的位置发过去。是。看来是发现错误了。可是发现错误也晚了，后路都让人给断了。给二营设置的路障你设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梁三，他马上就要遇上来路虎了。一营的后路已被我们截断，让保上连的人先别急着回来，告诉他们，在设障地点密切注视一营的动向。是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停车？报告营长，前方设置了路障，前方设置了路障。这个吴东胜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就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侦察班。这回先大眼了吧？营长，赶快下命令吧！报告。营长，收到侦察人员信息，江正强把我们后路给断了。能清障吗？可以清障，但是至少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。从目前二营行进的速度来看，如果折返清障，我们将必输无疑。这个江正强居然学会玩兵法了，这几次没白栽在我们手里，还是有长进的。营长，你这个时候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？赶快想办法啊！现在着急也没用。地图，这就是地图中标注的那个石桥，它是山脉中最短的峡谷。班长，别说现在石桥断了，我看就是好好的，就这个宽度。也很难过咱们的重装备。少说3句话！现在你赶快把石桥的方位、状况，还有周边的情况编成信息发给营长。是，营长他自己会判断的。一营现在什么情况？接到消息，一营已经发现错误，应该会立刻折返。我们有没有备选方案？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一条简易的山路，通过这条简易的山路之后。有一个山谷无法通行，除非下桥。另外一条路虽然好走，但是会绕远。哪种方案更快？正常情况下，架桥肯定比绕路来得快。但是现在下雨，架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。索福旅长最重视安全的问题，所以一营现在折返清障，花费的时间和我们绕行的时间其实差不多。综合分析，我认为加速绕行更为稳妥。一营。他们有没有备选方案？我们现在有3个选择。第一就是原路折返，但是刚胡参谋说了，时间不够。第2是绕行，但是要花的时间会更多。第3就是这里，蜂腰谷。对，马上通知吴东胜，快速侦察蜂腰谷。是。营长，这也太巧了！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蜂腰谷。好，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，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。是。
营长，凤腰谷的石桥是断的。断的。要有比